大家好，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最具特色的10大日本文化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富士山。富士山呢，它是日本的第一高峰，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活火山之一。富士山京都银座，它象征着日本的自然、历史和现代。在日本呢，人们认为登上富士山就是大英雄。多少年来，日本富士山的神奇魅力就像巨大的磁铁一样，每年都吸引着数百万人前来攀登。第二，当属日本的清酒。日本的清酒，它借鉴了中国黄酒的酿造法发展而来，是典型的日本文化。日本人常说，清酒就是上帝的恩赐。1000多年来，清酒已经成为日本人生活的一部分，在大型的宴会中、结婚典礼中、酒吧或者是寻常百姓的餐桌中，人们都可以看到清酒。清酒已成为日本的国粹，美食当前绝对不能没有日本清酒哦。第三是茶道。茶道是日本宝贵的传统文化。日本茶道它追求的是和、静、清、寂。茶道的精神呢，还延伸到茶室内外的布置、品鉴茶室的书画布置、庭院的园艺以及饮茶的陶器，都是茶道的重点。第四为日本的樱花。日本被称为樱花之国。樱花原始物种起源于喜马拉雅，栽培品种呢却起源于日本。日本的樱花有几百个品种，一般分为染井吉野、山樱、大岛樱等等。受气温的影响，樱花由温暖的日本列岛南端向北方沿着纬度依次开放，因此形成一条由南向北推进的樱前线。日本有句俗语叫樱花7日，就是说一朵樱花从开放到凋谢大约为7天。在日本，樱花被视为吉祥之物，在传统的婚礼等喜庆场合，经常要饮用一种在严禁的樱花瓣里加入开水的樱花汤，便是取了樱花的吉利之意。樱花盛开的4月也正是入学就职的时节，是人生的重大转折点，因此樱花又代表了充满光明和希望的未来形象。樱花的魅力和影响力渗透到了日本人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，因此呢，日本就称为樱花之国。在日本呢，樱花盛开的季节，到处都能够看到一边赏花一边举行宴会这样的情景。第五呢是寿司。寿司呢，它可以说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日本食物。它是以生鱼片、生虾、生鱼粉等为原料，配以精白米饭、醋、海鲜、辣根等，捏成饭团后食用的一种食物。吃生鱼片寿司的时候呢，经常会饮用一些绿茶或者是清酒，将会别有一番风味儿。那么寿司呢，它也是日本主要的出口产品之一，在日本以外的地区非常的流行，世界各地的回转寿司店也是数不胜数。第六是相扑。相扑是日本的国粹，是日本人特别喜欢的一项传统体育运动。在大阪和东京呢，都可以观看相扑的比赛。那么每次由于观看人数的都是众多的，所以一定要提前买票。第七呢是日本的温泉。频繁的地壳运动造就了日本星罗棋布的温泉。从海上小岛到山中秘境，处处都有可养颜健身的泡汤和各种观赏性温泉。对日本人来说，泡温泉就是一种享受，更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。温泉的种类不同，功效也各异，泡汤带来的心情减压更是人们追求的至高境界。第八呢，介绍一下新生代文化。日本原宿它是东京新生代文化的代表，是日本著名的年轻人之街。可以说，原宿它就是给年轻人张扬个性的地方，尤其是近年来盛行的古着与混搭风。原宿它聚集了很多时尚前卫的店铺，街头的行人也是时尚的载体。在这里呢，可以看到街头上很多打扮成 cosplay 样子的年轻人，我觉得呢，这里就是时尚的代名词。第九，介绍一下日本的动漫。它是日本动画与漫画的合称。日本动漫凭着剧情的创新和趣味性，在全球占有重要地位。作为世界第一的动漫强国，其动漫发展的模式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，而又不失创新和吸引力。动漫仍是日本最重要的产业链，在全球鲜有对手。第10个呢是东京塔。
它有一个150米高的大展望台，在距离地面150米高的地方，可以俯瞰东京的风景。站在145米高的高空中俯视脚下，那感觉是相当的刺激。来东京旅游的时候呢，一定不要忘了去体验一下哟。在同一层楼的 Club 333里呢，可以同时欣赏夜景和现场音乐演奏。星期三呢演的是爵士乐和流行音乐，星期五是 DJ 活动，节目呢也常常更换。如果来东京旅游，千万不要错过最具特色的日本10大文化，一定要去感受一下。最近呢，我建立了一个日本语学习群，我们是从基本的平假名和片假名来学习。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，可以加入到这个日语学习群，也可以加我的微信，那我可以拉大家到这个群里边，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学习这个日语和一些相关的日本文化。那这一段小视频呢，是我教大家就是这个日语的平假名是怎么样写的哈，它是さしせそ啊，さしすせそ就是这样的哈，就是教大家怎么读怎么写基础的平假名和片假名，我们从这里开始学起，然后呢会教大家一些这个平常使用的一些日常的口语、短语和句子。那最后呢，有我们这个群的微信的2维码，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，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群，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，谢谢大家。